我最近听说尔滨为了招待企业，快把松花江上的娱乐项目铺满了。我在这附近生活了快30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盛况。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勇闯松花江。哎，这得有个桶，这看着热闹，咱上这去玩去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将要吃鸭脖，先过我们好好鸭这关啊！那这个是那个圆梦之星的好好鸭，它这是和绝味鸭脖联动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想吃好吃的，还得有完成一个挑战呢。怎么挑战？舞蹈没问题，舞蹈我最擅长了，我哈尔滨舞王。胜利！我这个事儿跳舞他连手都没有，这事儿没有不赢啊。那我们现在能进去了吗？没问题，下次一起继续，拜拜。刚跟他好好鸭玩了一会儿，他想玩这个雪圈，那咱们电王水，输的人拉赢的人，切记他只会输输的。抽点子不 OK， 险胜。哎，咱开个组队，谁要是输的话，谁就上雪地里去做10个俯卧撑的。3、2、去到快这，你要说服了我就拉倒了，不可能服！哎呀！我干不过你，我找我兄弟调人去吧，调人，来，让你们俩把鞋脱了，把鞋脱摩擦力打，开始！哎呀，玩的好饿呀，就找点吃的去吧。小哥，给我来桶鸭脖呗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谢谢。到点了，打红包了，人人都有红包，人人都有鸭脖。哇！你抢几个？我抢4个，我抢1打。哎呦，发了！我最近希望大家越来越好。好了，天黑了。玩不动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我觉得现在的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合家欢场所。圆梦这次的合作也让我们几个体验了一回在一起玩的乐趣。你被推下去了？没有，他那个墙给推下来。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呀！干杯！谁给我鸭脖拿走了？我们昨天晚上立了个 flag， 说从今天开始打篮球去，那家伙唠得热血沸腾的呀，就恨不得昨天半夜就找地方去了。完了，今天要出门了，都赖赖唧唧的。我说，要不咱赶进度，直接上我家吃饭吧。当代年轻人立 flag 就好像那嘴上抹石灰，那叫一个白说呀。先做了一盘锅包豆腐，完了给我的甲鱼汤又加了点配料，因为我有一句词儿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拿它干啥？我回去有个解释呀。我在这球没干成，学会扯淡了。出了一份哈尔滨扒肉3件套，你要老吃也属于是脑血栓前兆。还做了一份临沂炒鸡，因为在山东境内没有前老丈人 buff， 只能跟山东女同事求个方子。然后还捏了几个黑芝麻丸，这个就别问了，这个属于是人到中年，懂的都懂。哎我操，这么大呀？那我是不是得拿啥东西拿呀？你看烫不烫？你摸摸。不是你摸上头，那他妈这个一似的烫。你摸上面锡纸那个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黑丸、菜肉、淋鸡、锅豆、狮头、羊波、甲汤、烤排、烧饼、馄饨。肉苗、大蟹、肉皮，你说今天球没打上，装没整挺全，给外星人电解质水扛上来了。这个新出的白葡萄芦荟味特别清甜，而且是零糖零卡，能快速补充维生素和电解质。哎呀，这一顿呢，就这几瓶饮料能减轻点心理负担呢。完，我吃着我就在那想，我说咱20来岁大小伙子不能老这样啊，这天天这么吃，完了再不运动，那一体检血管里的梗不得比我段子里还多呀？我说咱今天开始就不能这样了，你管咋的体力运动和脑力运动你沾一样，你明不明白我那意思？粉丝说让我开个榴莲，作为宠女粉博主必须给你安排上啊！这没等白榴莲扎铁丝儿上了，我操！哎呀，挺熟，这玩意儿就这么完事儿了？人家8个榴莲，他妈100多万个赞，这就完事儿了？操！好在我买俩。再看这个啊，这可能会有点参与感，颜色不黄，这口也不大，有点未知的东西啊！我操！这咋都一样呢？人家买个大榴莲就咔咔一开，跟赌石似的，啪啪打个这那没有啥的。我他妈打个这嘎甜有啥用啊？哎呦我操！人家买榴莲就拍视频用的，我他妈以防万一买俩都是吃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
我吃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啥？不上火吗？我尿黄尿啊！我头一次因为买着一次好的东西这么生气。哎呦我天，我气死我了，我心梗了。我有哥们开日本料理，我随口说过一句，我说我爸没吃过这玩意儿。好家伙，大过节的拎着菜刀找我爸来了，非要当面给我爸整一下子。我说你那饭店能忙开吗？他说这3个分店啊，不出意外年前全得倒闭。我怀疑他这趟来是投简历来了，但该咋是咋。你看他拿这块三文鱼多好，我其实看不出来好坏。我听他说那价格，我觉得他该好。这鲍鱼的个头可以说非常东北了啊，他这肠子应该都比我们哥俩值钱。我弟说给他前女友搓澡都没搓这么干净过。那哥们说鲍鱼今天吃刺身，我真的我就没长那个好胃。我说你这玩意儿今天不给我烤的哏揪的，你全给我打包带走。这老小子第二不行了，穷讲究挺多呢，调料都自己带的，寿喜烧告诉先煎再涮，味增汤煮完把螃蟹扔了，说纯借味儿，咖喱牛肉坚决不让盖饭。我心说就这一条，你来年开店害得慌。完他这个天妇罗没炸明白，我这顿埋汰他呀。他说你咋糟践我都行，千万别露上我脸。我这几个店过年有点困难，但11还想搏一搏。哎呀，就这情况，11能不能开门还不知道呢，搏个嘚儿还搏。来吧，吃香香了。这菜拿家里这盘白确实有点别扭，尤其这土豆沙拉，这一盆也太东北了。大家吃的都挺热情，这串刚转到我面前，让我姑给转回去了。这烤肥牛我就在相册里看着过，根本没尝着啥味儿。都走了，我收拾厨房。我爸说你等一会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他说你给我煮碗面条吧，这饭味儿还行，但我一点没吃饱。那玩意儿他妈再值钱也不赶这一碗茄卤。那玩意儿你说那整的花里胡哨，你吃不饱，还得这玩意儿。看这玩意儿，对呀、今天在家尝着生腌，不都说这玩意儿是潮汕毒药吗？不知道这东北大肠能不能苟住啊？配方是我国潮汕地区著名痛风夫妻加之派和他的大哥大提供的。他说你只要按照我这个配方来，口味我保理，肠胃靠自己。这给我弟下的，提前2天就在家吃蒙头吃散。我们同学更狠，昨天晚上在家翻箱倒柜吃剩菜，专挑馊的吃。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没啥可穿的了。他说这回可以放心吃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这玩意儿吧，能不能吃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要是不吃主食，肯定是不能吃饱。做了2份煲仔饭、辣味双拼和豉汁排骨，然后留了几个虾和虾爬子，煮了一锅海鲜粥，还做了广式给包。感觉好长时间没吃这菜了，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为有点不太好，惦记吃生腌，怕吃不饱又做了别的菜，这不纯拿给包当备胎呢吗？这不。这生腌一开盖，那味儿真鲜，闻着就好吃。我们同学差点没一个蒙扎里，正好他愿意闻着味儿。我说你分装吧，我就把快递拆了。之前相中一块运动手表，终于赶上得物搞活动了。我看的时候小1000呢，前2天500多就买了。他们最近有一个部分手表首单55折的活动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我看有几块卡西欧啊、MLB 啊都挺好看的，可以去看看。但他这个链接里吧，还有一块黑水鬼，我点我都没敢点。你们谁卡里要是没有这么多钱，不怕划错的，能不能帮我点开看看他打几折？来吧，吃串了。这玩意儿吃着吧没那么可怕，而且我觉得挺好吃。海鲜也没什么腥味儿，料汁是吃火锅的肥牛汁、海鲜汁那个味儿。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鲜甜的。其实最好吃的是皮皮虾，但就是太扎嘴了，吃这玩意儿嘛费上牙糖呢呀。本生腌配上砂锅粥，这听起来就很人字拖。完，我们同学把那盘虾爬都吃了之后，把我电褥拿走，他说今天晚上得开着睡了，一旦有个什么意外的话，从烹饪角度来讲，这就叫大火收汁儿。我最近突然特别想吃辣条，但是市面上卖的所有辣条基本上配料表摊开都比我命还长，所以我打算从洗面巾开始，在家做点健康辣条。洗面巾这个活干的可实在是太爽，它不需要掌握任何技巧，就是哪怕中间给它洗碎了，但只要能保持活着，最后肯定都能给它洗到一起去。而且洗成团的面巾又软又不散，捏着特别解压。不过好玩是好玩，这么洗就是有点费手。我们洗了150斤面粉之后，6个人加起来都凑不出一条好手腕。关键第2天晚上我抬头一看，我那手和胳膊洗的都不是一个色儿了。然后面巾醒发好了，我先蒸熟试做了一些，它现在弹性特别好，但致命的是不管怎么弄熟它，只要拌上辣油，吃着就跟凉菜似的，就完全没有一点零食的样子。所以我忍痛放弃了这个做法，那些面筋也都让我炸成油面筋了。后来我研究了一下，工厂做辣条第一步需要先膨化，我就又去买了个膨化机，但是这个机器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环，我们需要人工填满其他环才能让这条线顺利的流起来。就为了能用好这个碟，我们甚至还在家里组成了一条人工传送带。这回做出来的面筋条形状和口感都非常好，就是卫生状况稍微有点堪忧。就这个制作流程要是在电视上播出去啊，那我们几个可能都够判的了。
然后这些辣条棒要稍微风干一下才能用。这会儿正好没啥事拆了几个快递。这快到夏天了，出门也越来越勤了，就在识货 APP 查低价买了几双新鞋，每双都是颜值在线的经典款，而且百搭又舒服。关键识货上买鞋不仅保真，还特别优惠。这几双同款还有其他热门款，点我评论区就能看见，真的便宜很多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为了能让这辣条更好吃，我先用10几种油调了一个复合油，又放了好多菜和料，给它炸成了一锅料油，甚至还用10几种香料做了一个混合料粉。调完这些料，我坐着算了算账，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配料用的呀，都快比主料贵出50倍了。最后要把辣条棒和辣油充分搅拌一下，为了吃的时候能再香一点，拌的时候我又放了好多芝麻和炸干的辣椒丝儿。这辣条现在油和料都巨多，吃一口油汪汪的，真的特别爽，而且还特别有嚼劲儿，真的是越嚼越香。后来我把那些油面筋也都给拌了，这东西因为油炸过，然后本身又特别吸汁儿，它现在绝对是自制辣条里的隐藏款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麻辣，一半甜辣。这玩意儿看电视的时候来2包，给嘴唇辣的直木，然后再来上一根我们之前自己做的梦乐滋。要是肠胃好的话，这真的是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但要是肠胃一般的话，那就只能在半夜的时候静待花开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牛板筋，但是在超市那一小包就卖20-30，完了没多少肉，所以我买了300斤生板筋。我打算在家做点实惠装的，这样以后每次吃着能过瘾一点。然后为了快点把这些玩意儿都炖熟，我们把家里所有高压锅都用上了，但是这么多锅一起用实在太热了，那屋里都烧到50度了，给我热的直中暑。真的，就后来煮完所有东西到能开门的那一刻呀，我都感觉我上天堂了。不过炖板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挨着什么累，但后来切板筋真是要了命了。因为牛板筋这东西，要想切大片就只能斜着切，那斜着切东西本来就使不上劲儿，完了这玩意儿滋溜滑的，那切不了几根手就开始抽抽了。然后我们就寻思不行就撕丝儿吧，没想到撕丝儿更痛苦，因为这玩意儿太硬了，我们很难给它开开缝，就只能靠2个手指头捏着给它撕开。后来都给我干崩溃了，以至于我们切完所有板筋之后，我脑里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又捡条命啊！把这些板筋都处理好了，我们必须得好好歇一会儿了。正好年底了，给大家发个礼盒，这是我在抖音上城双蛋好礼季买的良品铺零食，9款零食，甜咸香辣，开胃又解馋，朋友聚会、新年送礼都不错。现在左滑进抖音商城或者点评论区就能下单，超值超多跨年年货都是全网超低价，一键立减秒下单，走心好物随心选，你们也去看看吧。后来我们还调了一个巨好吃的拌料，这料是我们尝了市面上 N 多种牛板筋之后才总结出来的配方。因为以我多年吃牛板筋的经验来说，吃板筋其实就是嚼料香，尤其是这回从头做了一次，我算彻底明白了，就牛板筋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没有什么肉香，这要说不考虑料光啧吧牛板筋的话，那跟嚼个老真皮裤腰带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拌的时候，为了能吃得更香，我又放了好多料和芝麻。这板筋拌完之后都好吃麻了，它现在是香辣里边还带点甜味和蒜香味，而且越嚼越有滋味。尤其是这种大片的，这肉嘟嘟的吃的实在太过瘾了。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当零食吃啊，要是再放点香菜和洋葱丝儿，它还能做成一盘直接上桌的凉菜。不过这玩意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塞牙了。我是发现了牛板筋这东西它特别韧夹，就是不管我是怎么吃进去的，它到最后一定能在我嘴里找到一处属于他自己的牙缝。我最近约了几个南方小土豆去贝尔大蟹玩，但是里边现在排队实在是太邪乎了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山楂。我打算提前在家做点酸奶山楂球，然后带到里边留着排队的时候吃。但是想做这玩意儿就得先做山楂糕。这回处理山楂，我是先去的屁，然后烫软了再去它的核根儿。这种方法虽然麻烦，但却是最适合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前2天刚捅了3000多粒山楂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现在看见这个桶子，心脏就有点生理性的突突。然后这山楂加水打成泥之后就可以过筛了，但这玩意儿因为组织纤维太细了，筛起来巨麻烦，而且用刮板还不吃劲儿，就只能用手干。那后来给我干的指纹都快磨没了。但这都不是最魔鬼的步骤，最魔鬼的是后来熬山楂糕。这玩意儿吧，它没法大火，我们一度熬到了第2天早上4点多，完了熬的时候还特别崩，这小点崩出来一烫一个泡。真的就这么做一次之后，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在家给孩子做山楂糕的父母。这要是我家孩子以后跟我说想吃那种没有添加剂的山楂棒棒糖啊，哼，我恨不得上去先给你牙掰碎的。
然后外皮儿，我参考的是最近特别火的酸奶糕的做法，就是奶粉加酸奶一起和成团就可以了。所以最后这个小零食是一块酸奶糕包了几块山楂糕，然后外面还裹了点奶粉。这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，关键嚼起来口感还特别紧实，但就是做起来效率太低了。我们一共是做了7、8个小时才传出来300多个球，所以后来我非常果断，就把大部分的山楂糕都直接做成山楂糕了。主要我算了一下，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都做成酸奶山楂球的话，那可能做完冰雪大世界都化了个嘚儿的了。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些吃的去勇闯冰雪大世界了。这怕冷，我弟穿了4条裤子，还穿了1条可以加热的袜子。完进来之后，正好看着 M7 超玩馆有活动，我们就先到这儿打了个卡，还买了几瓶 M7 活性益生菌酸奶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这用的是 LGG 活性益生菌，安全亲和，有很好的肠胃粘附性，还减少了90%的蔗糖。这眼瞅要过年了，送礼就送 M7，真是又健康又美味。然后打完卡，我们就去排大滑梯去了。今年这园区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蹦野迪那段实在太嗨了，我们这顿跟着摇头啊，以至于没等他低蹦完呢，我弟就把脖子给闪了。就看他这个状态，我估计他得带这个脖套回家吃年夜饭了。